殿下，太傅今日怎么还礼数周全了？本宫冒昧前来，没打扰太傅吧？偶得一只玉璧，特来赠与太傅。质地温润，色泽光洁，的确是块稀世珍品啊！多谢殿下。殿下，请。殿下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急事。本宫近日接到密报，说朔漠王去而复返，边郡恐有异动。听闻太傅当初欲往云中郡派遣亲信将领，被谢大人手持长公主令拦下。太傅如此关心云中郡，本宫着实感动，所以我前来与你商量魏将军人选。谢燕来如何？殿下既与谢氏博弈，却又用谢家的人统领边军。当时臣就劝过，禁军之权不可轻受。如今边军又托谢燕来，殿下是真信他，还是笃定谢燕方不敢动他？谢燕来是本宫的人，与谢家无关。殿下说他是您的人，可在天下人看来，他姓谢。若有一日谢燕方让他选，殿下猜他会如何？他会选我。殿下既然心意已决，臣也不便再劝，指望他日边关捷报，莫成他人假意。太傅多虑了。玉是好玉，只是得让人好好养着。他竟去找了邓毅。是，两人密谈良久。看来楚昭已经把我当作对手，想借邓毅钳制于我。那下一步就该让九弟掌管边军了。那这军权落到谢氏手里，也不是件坏事啊。不，如今九弟已经变了。不过幸好，我还有一条更听话的狼犬。公子，您真是高瞻远瞩。棋子虽小，若用得好，也能搅动风云。太傅近日可去见过萧寻？他是关押的质子，臣不便探望。大人是太傅，无论是大楚子民还是臣子，都应体恤。如今和他界限划得如此干脆，倒让人生疑。殿下既敲打过本官要与你同心，又何必再试探？莫非是有何关于本官的风言风语？没有，只是随便聊聊。殿下，臣为大楚江山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无二心。太傅的忠心，
本宫自然知晓。夜深了，我也不便打扰了。边军统领一事，还望太傅再仔细斟酌，切莫早下决断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阿爹的眼睛怎么会？军医怎么说？军医不行，我们便找御医，一定可以治好。哎呀，不折腾了。其实有没有这双眼睛，阿爹都能看清楚你的样子，全在这儿呢。其实，眼睛看不见这段日子，阿爹的心里反倒平静许多。或许是老了，总会想起以前的事，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。你长这么大，阿爹竟然没陪过你放过志愿，连你的基地都能错过。那日你离开时说的那些话，午夜梦回之时，阿爹总是反复想起。你说的对，阿爹不是个好父亲。阿爹从来没问过你心里想要什么，也没资格祈求你的原谅。阿爹，不要这么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阿爹，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些残忍的话。5年前我也不应该任性的离开，会给你只言片语。阿爹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哎呀，阿爹从没怪你，何谈原谅？你要是不是那么倔的话，阿爹反倒不习惯了。阿爹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，不是退敌千里，而是生了个比阿爹还倔的姑娘。望城大捷之日，阿爹心中欢喜，让常人代笔写了一首贺诗。明珠韵读，蒙尘久故。岂不尔思，虑死风骨。精佩久也，光生万丈。赫赫明明，照
必四方。陛下，望城送来的封赏军报，800里加急。陛下还没开口呢，这长公主便亲自论了赏，怕不是想越俎代庖吧？谢大人告病，太傅已休沐。这军报该递往何处？自然是送到太傅府上。太傅乃先帝钦点辅政，军国大事岂能绕过？边关军情如火，太傅懂什么排兵布阵？谢大人告病之前早就说过，军报直送谢府。太傅也早有明令，边务须经太傅府复核。高阳谢氏100年门阀，有些事情记不清了。这谢氏出现几位宰辅啊？本朝开国以来，6位。那就送去谢府。这也不像话了。无事了吧？无事，退朝。等等，送陛下。公子，你听说了没？今日在朝堂上，我谢家大获全胜，说是御史那老匹夫，气得都快晕过去了。我与你说过多少回，在外行事切忌张扬，凡事盈满则亏。那人家夸公子，夸咱们谢家，我难不成还谦虚不成？我当然受之无愧。也罢。公子，您不看看军报内容吗？这封军报你送去太傅府吧。送去太傅府？公子您不自己批吗？这封军报只有太傅能批。可万一太傅他不……他会批的。太傅，你输了。何必动怒？谢艳芳这样的对手，急不得。他抢到了军报，连批都懒得批，分明是在羞辱本官。这个人，是他。何人？梁强，三皇子案牵扯梁家，谢艳芳亲手流放的。好，好，好。你这就批了？他既然是谢艳芳的敌人，那我偏要扶你一把。
了吗？我回来了。知道了，还没睡，等着你呢。爹，你猜猜，我带什么回来了？巡城的娘子抓到奸细了。我带回来一只兔子。我倒厉害，不是阿九抓来给你的吧？不是他，阿爹。你看，这个小兔子啊，跟雪团一样。兔子会咬人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小时候被咬过，哭3天。有吗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。过去的事儿，你都不记得了。你小时候啊，可不一般。刚出世的时候，满屋红光。一个算命先生路过，顿时大吃一惊，指着说：“天降祥瑞。”是吗？阿爹莫不是又去街上偷听茶馆讲书了？那后面还说了什么呀？是这小女抓周的时候，一把攥住了边郡的胡服。刚年方5岁，就带着府里的小厮丫鬟，用扫帚当长枪，用棺盖当盾牌，硬是把厨房里的蒸笼堆成了敌城，还寻人排兵布阵，最后把老管家3个下蛋的老母鸡给俘虏了。我可不记得我有这般威风。你可是威风了，老管家可哭了2宿啊。阿爹，你写给我的那首贺诗，我很喜欢，我再读给你听听吧。明珠韵读，蒙尘久顾，岂不尔思？历此风骨，今配久也。光生万丈，赫赫明明，照彼四方。爹，爹，爹，爹！
年前我离开时，阿爹还能挽弓射箭。他究竟是何时病的？不敢欺瞒娘子，将军近2年的身子骨，一日不如一日。其实，没有生这里的谢家，结局都一样。都已经下了整整3年，是你亲自送我索命，来往于楚都和云中，1月又1月。楚灵是一定要死的，不但死在姑的刀下，也死在女儿的消息里。不可能！上一世明明是我婚后那有毒的沙枣膏才送到父亲这里，这一世没有了沙枣膏，阿爹为何还会如此？将军身体异常，你可知是何缘故？老朽也不清楚是何缘故。待我再去给将军熬服提神补气的汤药来。你在我阿爹身边5年，可知他近来为何身体衰败如此之快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重来一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对你而言，有所不同。可是该有的遗憾，还是会有。草木枯荣皆有定数，更何况是人。将军一生护佑边郡，得万人敬仰。如今就算离开，也有爱女相送，兄弟陪伴。或许他并没有那般痛苦。就算将军真的纵马黄泉，但他对你的爱，并不会因此而消散。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，他不该是这样的。他斩敌手于边境，护百姓于边关。他做了一个将军所有该做的事。20万将士的性命，万千大楚百姓的安宁。你还要让他做什么？我要他活着，我要他活着，要他叫我臭丫头，我要让他陪我做沙枣糕，要他教我骑马射箭，我还要弥补他关于女儿所有的一切。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，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“为将军英灵”。
靖王，靖王，我找到机会看到了义太土方的账簿，我发现了袁绍成每个月都会从中取走一大笔钱，可那账簿被他的账房赵玉看管着，我拿不到。不过你肯定有办法。喜欢喝酒吗？啊？这酒泡过虎骨和人参，一口500两。既然事儿办成了，就该赏。靖王，那边我是待不下去了，我求你了，让我跟着你吧。你跟着我对我有何用啊？你要继续留在袁绍成身边，找他的马脚，这才是你唯一的用处。可我也想不到，你能把古叔给杀了呀！这要是让袁绍成知道了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我不想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真的不能干了呀！我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如果让袁绍成知道是你背叛了他，他一定会活剥了你。你现在唯一的出路，就是继续留在袁绍成的身边，找到他的把柄，你就能享福了。戴面具者究竟是何人？郎主，我们的暗桩送来了急报，说探听到了极为要紧的消息。别动，坐。你伤势未愈，无需讲那么多规矩。你伤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我够壮实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幸好公主无恙，否则无法向您父王交代。公主，使臣纯阳王前来拜见。请纯阳王进来吧。是。纯阳王，唐突来访，给使臣带了些鹿茸膏，对身上的伤有益处。公主在夜宴上受惊了，我给公主也准备了一些补气安神之物。我又不是娇弱女子，没那么容易受惊。是我不会说话，望公主海涵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纯阳王面如冠玉，有竹之清韵，胜夺好女子众多，觅得良配也容易，为何非要抢着做这驸马呢？被心悦之人认可才是良人。若他眼中无我，我不过就是寻常男子罢了。况且，我远不如公主想的那般风光，他人看到我，只会以为我徒有其表，而无真才实学。离我说了，你看着了，我人也好得很，就不多留纯阳王了。这夜宴过后，来探视的人也不少，可为何武将军从未捎来只言片语？
公主，莫要沮丧。你与武将军多年未见，彼此有些生疏，那是正常的。和亲之后，多多共处，假以时日，定会日久生情啊！啊！要去哪儿？采莲的尸首不能留在李宗旭那儿，我要带他回家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夜宴过后，李宗旭的防备之心只会更重，你们稍有行动就会被他发现，所以我先去打探一下。我出去的事你知道就好，别告诉公母。那我怎么确定你是安全的？如果1个时辰后没有回来，那就是遇到了危险。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留下线索，切忌莽撞行事。昨夜刺杀使臣的都是些芒沟人，谁都知道你袁绍成出身芒沟，一直与芒沟人来往密切，此事你脱不了干系。李仆夜这话说偏了，这些人穷怕了，给一点好处他们就会任人差遣，不能因为他们居住在芒沟就说是受袁绍卿的指使，得有证据。我说梅阁老，你是真没看出来吗？若他们只是被钱收买，何至于宁死不从？况且，在缴获刺客所用的弩上，还刻有蜀文。还是没有证据啊！那未必不是有人在行刺之后找几具尸体扮作芒沟人嫁祸袁绍卿，反正死人又不会说话。请问谁会故意把自己的标记刻在凶器上，生怕别人发现不了？我说梅阁老啊，你这倒打一耙的本事，可真是炉火纯青啊！还是你项庄舞剑技高一筹？你李仆夜、梅阁老，二位都是古宫老臣了，别因为这件事伤了和气。不管说什么，还需找出实证，是不是？好。夜宴一事，臣虽暂无人证，可我这里还有一桩要事要参袁绍卿。有人向我举告，有官员经营义泰赌坊谋私，我今日便派人去赌坊，将账本搜了出来。这间赌坊原本在齐君山手中，后来被袁绍卿接手。赌坊本月合计收入2300两，其中2000两账目上标明由你袁氏索取。依据本朝律法，为官者若行商买卖，赤50，有胜利者准王法论。袁绍卿，你擅营赌坊所收之利，恐怕够杖毙你10次。凡事都有例外。正广年间，大商人彭林立曾官至太常卿，我朝公主和各宗亲都有经商。李仆夜的侄子李宗旭不也在行商吗？陛下，不能因为袁绍卿出身低微，这律法就为他一人而定。哼，梅阁老不是也说了吗？袁绍卿出身低微，怎么能与你说的那些人相比啊？依臣愚见，袁绍卿敢擅营赌坊，恐怕所敛之财不只是为了自己。你一指他背后有人？
叶心意来了。昨夜发生那样的变故，我担心郡王病情反复，所以特意来看看。不用了，郎主的心疾已经好了，他十分感激你。这不，正打算让我去医馆请你。郎主已在别院备好了酒菜，等着你呢。过去吧，郎主就在那边等你。叶心意，郡王，你这是？我想感受一下人死了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有人要杀我。你是指夜宴的刺客？不，是个女刺客。他的命太硬了，17刀啊，足足17刀在咽气。我没明白郡王的意思。叶心意不知道他是谁吗？郡王真的是高看我了，我又没入您的梦，我怎么知道是谁呀？对，叶心意说的对。就是要杀我的女刺客，我担心她的怨气会变成心魔缠着我，所以。所以，我想请你帮我挖出他的心，埋在这儿，然后施法，让他的怨气别再缠着我。来。就是这儿，挖他的心。动手！等等，不对。为何？不知道是谁告诉君王此法，但他只告诉你其一，没有告诉你其二。哦。若用此法，需用郡王的鲜血涂抹尸体，
但此法太过血腥，有损阴德，反而对郡王不利。真的要这样吗？那叶心意的意思是？我还有一法，你让侍卫将这尸体送到医馆，待明日正午，我做法驱邪。陛下，以臣之见，可审讯义太、赌坊一干人等。不必了。元清，你如实说来，赌坊的钱都作何用了？回陛下，陈赌坊的授意接给了汴州刺史孙浩之。孙浩之？这孙浩之不是梅阁老一手提拔的门生吗？若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，怎么敢如此做？你此举乃是在结党啊！李仆射不用急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陛下，汴州夏末遭遇蝗灾，一仓盐粮又告急，臣听闻此事，便用赌坊的营收相助。孙浩之随之用朝廷的名义，购入盐粮，安置灾民，百姓莫不感念陛下大恩。朕想起来了。元清前阵子的确奏报过以上代朕之事，朕允了他的提议。原来你说的商，便是赌坊啊！此事是臣考虑不周，还望陛下责罚。你此举乃为公，朕既允准，便不会再追究。赌坊今后还是交给商户吧。是。不过夜宴一事，你得给朕一个交代。朕才出宫几日，回来便乱成这样。元清，你怎么当的差？使臣被刺，丢的是大封的颜面，你既涉嫌其中，若罢职待查，查明前不得涉足大理寺，不得调遣一差一卒。臣遵旨。陛下英明。7日，朕要看到实证。是，臣定着人对邙沟贱民详加盘问。梅阁老，你也同查吧。臣当尽心。陛下，夜宴一事，臣还有……没听清吗？你罢职待查，退下。是。朕听说，叶平安在给李宗旭医心疾，可有此事？是，臣确听海公提过此事。你差人给他送一盏凤鸣壶，就告诉他不必来谢恩。是。